那今天这期影片呢，我会跟你分享债券的基础知识，而且呢，我会在影片的最后呢，跟你分享一些资源，我是用什么方法，用低成本的方式呢，购买美国公债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不随着股市真心分享价值的 Kevin。你知道吗？最近啊，美国1年期的公债殖利率啊，高达了5%。这个5%的公债殖利率啊，创下了最近15年来的新高。而且呢，美国公债呢，它是由美国政府进行担保的，是世界上啊信用评级最高的债券，几乎不会违约。那这个对投资人来讲，当然就是有非常大的吸引力啊。那如果你想要参与这项投资，但是呢，你又对债券一知半解的话呢，好，那我相信你看完这期影片之后呢，你就会了解什么是债券。好，那如果您出到这频道了，这频道主要是分享台美股的投资知识。如果你想要退出台美股投资一无所知状况，记得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我在这边每周分享有用的投资知识，相信对你会非常的帮助。那我们马上开始。好，那在介绍债券之前呢，我们先了解一下什么是借据哦，因为债券呢跟借据啊其实非常的像。那借据的话呢，就是我们借钱给别人，或是我们跟别人借钱的时候呢，我们理当要签下一张纸。那这张纸上面的话呢，基本上会有5个要素哦。第一个要素就是我们要借多少钱，像是我要跟你借钱的话呢，如果要跟你借100万，那我这张借据上面我们就要写，我跟你借了100万。那第二个要素的话呢，就是我要跟你借多久？我可能跟你借100万，借1年好了，好，那借1年的时间，那我就要把1年的时间呢把它写上去。什么时候呢要归还，我也要把它写上去。那第三个就是啊，我跟你借钱的话呢，我当然要支付利息，要不然你怎么可能会借钱给我呢？像是你不借钱给我，你拿去存银行，至少也可以拿到1%的利息嘛。所以说呢，我跟你借钱的话呢，你一定会要求我要付给你利息。所以呢，这个利息是多少呢？也要把它写上去。那第四个就是借钱给谁？好像是我跟你借钱，那我下面就要写 Kevin 跟你借钱这样子。那第5个就是啊，我们要怎么还钱？我们是要利息跟本金一起还给你，还是我利息呢要提早就要一步一步的还给你？这个东西呢，我们都要把它写清楚。那这就是借据的部分。那债券的部分的话呢，其实它也是一种借据，它是一种定型化的借据。那我们债券上面的话呢，也有几个元素跟借据非常的接近。第一个就是啊，借多少钱，也就是说呢，时间到的时候呢，你可以拿回多少钱。那这个东西的话呢，就是面值，那它的英文叫做 face value。那第二个的话呢，就是到期日期。到期日期就像我们刚刚所讲的嘛，假装我给你借1年的时间，那到期日期我就会定在1年之后。那这个就是到期日期，它的英文叫做 maturity date。那第三个的话呢，就是借款每年应该要还的利息，也就是票息的部分也有人会叫它息票。像是我跟你借钱100万，然后我1年的话呢，要每年给你还5万块钱的话呢，那我们这个票息呢就是5万块。那这个票息的英文的话呢，就是 coupon，coupon。那第4个的话呢，就是借款人。那我们债券上面的话呢，叫做发行人。那发行人的话呢，如果我们是买美国公债的话呢，那发行人呢就是美国政府。也就是说呢，美国政府跟我们借一笔钱，那他就会给我们他们的国家的债券。所以说呢，如果我们借钱人是美国政府的话呢，那这个发行者上面的话呢，就是写美国政府。那第5个的话呢，就是票面利率啦。我们刚刚已经知道了面值是多少，也知道了票息是多少，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债券发行的时候呢，它的票面利率是多少。那票面利率就是票息去除上面值。那这个票面利率的话呢，它就是固定的，因为票息跟面值都是固定的。好，那以上就是债券它的一些基本的一个构成。那债券的话呢，它有非常多种的债券。那我这边的话呢，会跟大家分享4种的分类方式。第一种分类方式的话呢，就是依照到期日期来进行分类。以美国公债为例，如果你是买1年以内到期的美国公债，像是1个月到期、2个月到期、3个月到期、6个月到期，或者是12个月到期的美国公债的话呢，那它的英文单字啊叫做 T-bill。那如果你是买10年以内到期的，像是你买2年到期的、3年、5年、7年、10年到期的美国公债的话呢，那它的英文名字叫做 T-note。那如果你是买10年以上，乃至说呢，它是一个无限期的债券的话呢，那它叫做 T-bond。那这个 T 的话呢，就是 Treasury 的意思，也就是国库券的意思。所以如果你依照到期日期来进行分类的话呢，基本上就会分成这3种类型的债券，也就是短期、中期跟长期债券。好，那第2种分类方式的话呢，就是根据发行人不同，然后来进行分类的。第1种发行人就是政府发行，第2种的话呢就是公司发行，那第3种的话呢就是银行发行。
那政府发行的话呢，我们通常都称它为公债或者叫做主权债国家债等等的。像是美国公债的话呢，就是政府发行的。那如果是公司发行的话呢，我们就会叫它公司债。那就像是微软发行的苹果发行的，或是台积电发行的债券，那都是属于公司债。那银行发行的，我们就会叫它金融债。那金融债像是玉山银行发行的债券的话呢，那就是金融债咯。好，那这边我想请大家思考一下，你觉得这3种债券政府发行、公司发行跟银行发行的债券，哪一种债券它的风险最高？也就是说它倒债，就是它付不出利息的风险是最高的。好，那我这边给大家3秒钟的时间进行思考，3、2、1。那在正常情况之下，政府发行的债券应该风险最低，然后再来是银行发行的债券，再来是公司发行的债券。但是呢，有些国家就不一定了，因为像是斯里兰卡，斯里兰卡不就已经破产了吗？那它所发行的债券风险就是非常的高。好，那第3个债券的分类方式就是依照利率来进行分类。那我们这边常见的就是第一个固定利率债券。那固定利率债券就是它一开始配的票息已经固定了，那它之后呢，每年就是固定照那样子的配发。那我们常见的美国公债的部分的话呢，都是属于固定利率的债券。那第2种就是浮动利率的债券。浮动利率的债券的话呢，它就是它每年配发的利息是会变动的。那我这边跟大家举一个浮动利率的债券非常的有名。那它就是美国的抗通膨债券TIPS。那这个 TIPS 呢，它是由美国财政部发行的一种国债。那为期的话呢是10年，然后每半年呢它会付息一次，然后它的本金以及票息都是依照当下的消费者物价指数，也就是 CPI 通货膨胀率来进行调整。那这个债券的话呢，它就是浮动利率债券。好，那第3种债券的话呢，就是结构利率债券。那结构利率债券就比较特别它是属于一种固定利率债券，再去加上一些金融衍生品，也就是它这个债券里面的话呢，还会包含一些像是选择权的东西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介绍第4种的债券分类那就是依照区域来进行分类。那依照区域进行分类的话呢，通常就会分为新兴市场或是成熟市场。那成熟市场的话呢，就像是美国公债或是欧洲公债。那新兴市场的话呢，就像是中国、印度或是越南的债券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债券的分类方式，那接下来我们来了解债券它是如何赚钱的。好，那债券赚钱的话呢，它不外乎有2种方法。第一种方法就是非常的简单明了，那就是票息嘛。因为我们借钱给别人，那我们就是领那个利息，然后呢，时间到之后呢，别人要还我们本金，那这个票息就是我们的获利。那第2种就是价差，因为我们债券呢，我们购买之后呢，还可以持续到市场上进行交易，那债券的价格呢，它就是浮动的。那我们现在来假设一个例子假设现在美国公债呢，它的一个面值是100块，然后呢，它的票息呢是5块钱，那我们当下它这个债券殖利率是不是就是5%？然后我们现在的基准利率，也就是央行的基准利率是 4.5%。那假设呢，之后央行把基准利率下降到了 3%， 那这时候呢，你手上的债券它就会怎样？变得非常的抢手嘛，因为央行现在的基准利率只有 3%， 但是你手上的债券呢可以提供 5% 的殖利率，就会变得非常的抢手。那大家抢买呢，就会导致你这一款的债券的价格就会上涨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你再将债券给卖出去，你是不是就可以赚到价差？好，那以上就是债券它赚钱的方法，一个就是利息，另外一种就是价差。那我接下来还要跟大家介绍这个票面利率跟债券殖利率。首先呢，票面利率的话呢，我们刚刚已经有讲到了，票面利率就是我们一开始发行的债券的时候呢，它就会有一个票息。那这个票息的话呢，它是不会变的，再加上那个面值也是不会变的。好，面值就是我们借给这个发行人的那一笔钱。那票息去除上面值的话呢，就是我们的票面利率。好，那这个是固定不变的。那另外一个叫做债券殖利率，这个债券殖利率呢，它的公式就是票息去除上当下债券市场的价格。所以我们把这2个一相比，你有没有发现票面利率的话呢，它的面值是不会变的，就是它一开始就固定说，到最后它要还你多少钱，那个面值是不会变的。但是呢，债券殖利率它的一个分母的部分的话呢，就是当下债券市场的价格。所以说呢，债券殖利率的价格它就是会浮动的。那我们投资的时候呢，我们要看我们的获利，就是要看债券殖利率好，那如果以上的内容你已经了解了，然后你想要马上开始
投资美国公债，然后领现在最高1年5%的殖利率的话呢，那你可以看我上面这期影片哦。那我这期影片呢有教你如何使用海外券商盈透证券来购买美国公债。好，那为什么我不使用台湾的银行进行购买呢？因为我们台湾的银行啊，它的手续费啊真的不便宜啊。我举个例子，像是我们现在的殖利率5%，但是呢，我使用我们台湾银行去购买美国公债的话呢，那手续费啊可能1%或者是1.5%，那基本上就吃掉了我30%的投资报酬。所以我不会使用台湾的银行进行购买哦。好，那接下来的话呢，我们来进行 Q&A 的时间。那第一题就是啊，假设我们今天2月21号，那我能买3月10号到期的美国政府的债券吗？A 不行，因为债券呢，它依照到期的日期啊，有分1个月、2个月、3个月、6个月、1年，并没有20天到期的债券，所以呢是不行的。B 可以，我们可以购买2手的债券，那有些呢已经发行的债券呢，可能就是会在3月10号到期，所以呢是有机会的。那第二题就是啊，公司债券因为风险比较高，所以呢它的殖利率也会比政府债券高。A 不一定，因为这些公司啊有可能风险非常的低，所以呢它的殖利率也会非常低。B 的话呢就是肯定的，因为公司就是比政府还要危险，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求比较高的殖利率。那答案的话呢我会放在下方的留言栏，那欢迎大家去参与哦。好，那我是不随着股市真心分享价值的 Kevin。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呢，那别忘了点个赞再走。那 Kevin 持续出不易 ，Kevin 非常需要你的支持。那我们下期影片见，拜拜。3、2、1，好，那答案就是啊，不肯定，不确定，不一定啊，哭啊，OK 吧？哇，21分钟。